先生，霍先生，霍先生，我不是那种女人，你放开我。放心吧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还有，无论你是谁，今晚以后拿着它来找我，你想要的都会有。你放开！我不是来卖的，我就是想干活赚点学费。为什么都要这么对我？秦念宇同学，报名截止时间马上就到了，你的学费……老师，我的学费这几天出了些问题，您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？2天，就2天，我一定能够凑到学费的。对不起，同学，我也很想帮你，但是学校有规定，你再交不起学费，我们只有取消你的入学资格。不要，老师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我就是为了今天，我求求你不要取消我的资格。老师，我已经凑到学费了，我马上就能交学费。这个钱算我借你的，以后我一定还给你。哎，闺女，我看别人做那指甲可好看了，你也去整一个。行。哟，这不是我们家大学生吗？这才刚上大学就迫不及待的跟野男人出去鬼混了，说这个时间点了才回来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出去赚学费了。要不是你把我的学费拿去买名牌包了，我早就把学费都凑齐了。秦念宇，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们说话？哎，要不是我们，你早都住在桥洞里头去了。做人呀，得有点良心。你们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我就住到宿舍去了。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了。宿舍？你交学费了？你敢藏钱？要不是看你能帮我们赚点钱，我们早把你赶出去了。我找别人借的。借的？谁那么傻会借钱给你？哎，你不是真的出去卖了吧？看他这样还不明显吗？为了钱，他什么事做不出来，难怪这么下贱。对，我就是出去卖了。要不是你们把我赚的所有钱都拿走了，我也不会。给你脸了，敢冲我们大喊大叫！哎，要不是你妈死之前让我照顾你，你以为你能住在这儿啊？跟这白眼狼废什么话？赶紧把他给我撵出去！对，既然你不能帮我们赚钱了，想在这儿白吃白住，没门儿！走。
怎么会有人给齐念宇出学费？他该不会真认识什么有钱人了吧？就他怎么可能？不行，我认识他学校的人，我得打电话问问。你们学校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赶紧跟我说说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这事儿可不能外传哦。别废话，今天金圈佛子霍庭生、霍野破戒开荤了，就在我们学校。你说什么？齐念宇这个贱人凭什么这么好命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啊！他跟霍庭生睡了。霍庭生，金圈首富，霍家的掌权人。该死的！早知道今天我就应该跟着他，让他白捡这么大个便宜。那这小贱人不是要飞上天了？我看他八成都不知道自己睡的是谁，要不然怎么会回这个破地方？好啊！爸，你笑什么？他不知道睡的是谁，我们知道啊。所以霍庭生昨晚是跟谁睡了，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呢？爸，你的意思是？只要我们一口咬定睡的是你，那谁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对呀，这种好事怎么能让他占了呢？到时候我就是霍夫人。就算是不能攀上霍家，能拿到一笔钱，也够我们下半辈子风生水起了。我们家这是要发达了。对呀，没想到齐念宇这个贱人还是有点用的，不枉我们收留他一场。哎呀，你还管他做什么？明天呀，好好收拾收拾，去霍氏集团蹲霍庭生才要紧。对，就这么办。干什么的？这也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地方吗？你搞清楚，我是来找霍爷的。哼，我们霍爷是什么人？每天都有不同的女人来找他，像你这样的我见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跟霍爷的关系可不一般，你敢得罪我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还不快把这个胡说八道的人丢出去！霍爷的佛珠不见了，赶紧让人把这几天霍爷去过的地方都找一遍。在这吵吵嚷嚷干什么？不知道霍爷喜欢亲亲哈？陈总，正是这个女人说什么跟霍爷有关系，我们正把她赶出去。你是什么人？昨天晚上云海大学，这正是昨天晚上那个女人。说吧，想要什么？车子、房子，还是更直接一点钱？我什么都不要。昨天晚上的事情是我自愿的，我只是希望你能给我个身份，留在你身边。好啊，谢谢霍爷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谨守自己的本分。那我就不打扰您了。没想到这个传闻中不近女色的霍庭生居然这么好说话，看来我萧雅的好日子就要来了。霍爷，您就这么答应了？我霍庭生又不缺养一个女人的钱，反正他也不会有孩子。放心吧，就算是霍庭生又怎么样，还不是被我轻松拿下？干什么？笑死我了！这年头还有人这么碰瓷的？看样子不像碰瓷，好像真卡着了。卡着就卡着呗，难道你敢上去救啊？我可不敢，别到时候讹上我。这年头啊，救人容易把自己搞得倾家荡产。就是，像你这种老东西，死了也就死了，还想出来害人啊！我呸！奶奶，奶奶，你没事吧？奶奶，我扶你起来。齐念宇，我马上就救你。来，奶奶。齐念宇，你在这装好人，显着你了是吧？到时候要是没钱赔，可别来求我。这啊，一看就是不知道，老人是不能扶的。说不定人家还想着救了个老富婆，等着拿钱呢。我只是觉得看见了就不能见死不救。
人都有老的一天，难道你们就能保证等你们老了的时候就不出意外吗？秦念宇，你故意的吧？奶奶，好些了吗？奶奶，小姑娘，多亏了你，要不然我这条老命啊，今天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没事的，奶奶，这些呢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你没事就好。现在像你这么善良的姑娘已经不多啦，不像有的人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脏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骂谁呢？他就算救了你又怎么样？就你这一脸穷酸样，我就不信你能给他什么好处。我给的可多了。小姑娘，你要我怎么感谢你呢？你放心啊，奶奶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不用了，奶奶，我能帮到你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居然是金卡，这不是要资产1000万以上的人才能办的吗？这老太婆居然真的是有钱人。这个贱人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轮得到她？不过也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是霍夫人了。秦念宇，就算你运气再好，这辈子也休想超过我。哎，小姑娘，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我有一个孙子，就是年龄大一点，但是他哪都好。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奶奶，我还在上大学，我想先好好学习。哎，没关系的，小姑娘，你哪天有兴趣了，你就给奶奶打电话。奶奶，我兼职快要迟到了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这么好的小姑娘，要是我孙媳妇儿就好了。哎，这个就是下次要合作的。对，奶奶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啊？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单身狗啊！啊，对了，一会儿去找人查一下刚刚在路口救我的那个小姑娘，我看她呀就挺适合当我孙媳妇儿的。救你？怎么回事啊？刚刚呀，差一点被一颗枣核要了我这条老命，幸亏呀遇到了一个又漂亮又心善的姑娘，不然啊，你看到的就是你奶奶我的尸体了。奶奶，少来！你赶紧去把那个小姑娘给我找到。老夫人，您来晚了，为了也跟。臭小子，你有女朋友了？还不是因为奶奶你在学校给我挖的坑，人家找上门来了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可惜了，我还挺喜欢那个小姑娘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只要你不是单身狗啊，我就放心了。有机会把你那个女朋友啊带给我看看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大宋快递的。对，1个2块。好，我现在就送过来。送完这些，我这周的生活费就够了。同学，你的快，同学，你怎么了？同学，快叫救护车！有人晕倒了！同学，医生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怀孕了。
看你还是个学生，以后冤情的地方还多，赶紧联系你的家长和孩子的父亲吧。孩子的父亲。叫什么？秦念宇。刷卡吧。老师，我能不能先交一些？你放心，剩下的我今天晚上一定补齐。行吧。同学，这卡里面1分钱都没有。我可以看看吗？不对啊，我明明把我兼职赚的钱都存在里面了，难道又是他们把我的钱拿走了？没事赶紧走，让他们报名。快！今年佛爷护理师来我们学校了，我们赶紧换身衣服去大礼堂吧。听说去当志愿者不仅有奖学金，说不定还能跟霍爷近距离接触，说不定还能……奖学金，我要是能拿到这个奖学金，我就能彻底摆脱姑妈他们了。急急忙忙把我从公证处喊来，不是说要跟校长商谈事情吗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霍爷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都是老夫人的意思。您都29了，还没开婚，老夫人都等不及要抱重孙子了，说您看不上那些庸脂俗粉，所以就来大学里面挑挑，都是青春活力的女生。要不您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？您放心，老夫人都安排好了，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。您消消气，不过咱们还是得在这待会儿，不然老夫人那边……哇，怎么会有这么帅的男人啊？这个呀，是我特意请大师为庭生准备的10全大补药，今天你必须让他给我喝下去。他再不开荤啊，我可就变成死老太婆了。秦念宇，你脑袋瓜里都在想些什么？你是来做公益的，少想些有的没的，赶紧告我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好好的地方被他搞得乌烟瘴气的，得罪了霍爷，有的好受的。就是要给这种人一点教训，不然他还真以为什么地方都是他能进的。谁不知道霍爷今天是来开荤的？顶着这张狐妹子脸，不就是想来勾引霍爷吗？对不起，但是我会赔的。没事。霍爷，您别被他给骗了，他就是一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穷鬼，在这儿指不定是想偷什么东西。丽，小姐，这是霍爷给你的学费。不行，我不能。积德行善而已。主人，那家伙又来电话。霍先生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老夫人，您放心，药已经喝了。哎，人呢？药喝了，人没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不行，得找个地方休息一下。霍先生，霍先生，我想了想，这个钱呢，我还是不能要，还给你。你干什么？霍先生开窍了。你放开！
你都怀孕3个月了，怎么还能剧烈运动？你知不知道这样很容易出事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怎么了嘛？哎，小雅，你跟霍庭深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有徐婉春那个死老太婆在，我还能怎么样？不就是那次在街上没救她吗？不过我自从知道她是霍庭深的奶奶之后，我就讨好她3个月了，还是对我横眉竖眼的。不然我至于大中午的来医院给她拿补药吗？哎呀，这个老不死的东西，这么难伺候。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做的这些事儿都会当着霍庭深的面去做。他再不喜欢我也没有办法。对，只要你把霍庭深哄开心了，这霍夫人的位置呀，还不是板上钉钉。那当然了，你女儿的手段你还不放心吗？秦念宇，妇产科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哎，妈不跟你说了。秦念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表姐，拿的什么？给我！你怀孕了？你怀孕了？3个月了？那岂不是霍庭深的孩子？该死，这贱人运气居然这么好，就那一次竟然都能怀上。不行，这孩子留着就是个祸患，一定得打掉。秦念宇，你还是个学生呢，就天天出去跟人鬼混，现在还怀了孩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告诉你，念在你是我表妹的份上，这次的钱我给你出了，但是你今天必须跟我把这个孩子给打掉。你放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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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，我是绝对不会打掉这个孩子的。难不成你还想生下来？你个穷学生，你有钱生，你有钱养吗？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情。你放心，我就算是再穷，我也不会再问你们要1分钱了。别怕，妈妈一定会想办法赚钱，让你好好长大。秦念宇，我现在才是霍庭深的女朋友，我绝对不允许你来破坏我的生活。那个贱人怀孕了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掉。秦念宇，哎呀，可找到你了。你们来找我做什么？你还有意思问我们？你干的什么破事？你表姐都告诉我们了。小小年纪就跟别的男人乱搞，还怀了孕，你害不害臊？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。哎，行了，你姑父他也是担心你，但是念宇啊，你这种情况呢，确实不适合继续读书了。所以啊，我跟你姑父，我们俩在老家呀，帮你物色了个亲事儿。哎，村东头那老刘你知道吧？他媳妇上个月死了，还不到50岁啊，年纪是大了点哈，但是他肯给你10几万彩礼呢。什么？我姑妈还能害你吗？那老刘啊，岁数是大了点儿，但是你现在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了，不是？人家肯给那么多彩礼，你就偷着乐吧。没错，这些彩礼我们都要10万，就当你给我们的报答。走吧，跟我们走。不，我等着你在家里。走吧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你说不同意就不同意啊！我劝你啊，乖乖听话。少跟他废话，直接把他绑了，送老刘家去。哎，你小贱蹄子，他还敢跑！你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追啊！对呀，我也想快。
你跑！我看你跑！老妹儿，快啊！跑了！那贱人！好痛！霍庭生，你能不能救救我？能不能救救我跟你的孩子？霍爷，肖小姐给老夫人买的补药，一会儿送过去。我知道了。停车！霍先生，不要命了，在马路上乱跑。赶紧，快！吹啥吹？霍先生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有人追我。别怕，我让陈丽送你回学校。不行，他们知道我学校在哪儿，他们会去学校找我的。那你先跟我走吧。快！这个贱蹄子也带着不少勾引，真的有人救他？救他又能咋样？我不信他能不回这个学校。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蹲他。下回我提前把东西准备好，绝对不能放他走。放心，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。霍爷什么时候对人这么温柔过呀？难怪霍爷第一次见面就愿意给他出学费，原来是喜欢这一块。可惜啊，阴差阳错的跟萧雅。楠楠，小姑娘，是你呀，奶奶。哼，你们认识啊？你还好意思问啊？上次我逛街被噎着，就是这个小姑娘救的我，哪像你呀？算了，说起那个女人我就烦，还是我们小姑娘讨人喜欢。原来是你救了我奶奶，谢谢你啊！你有什么想要的，都可以告诉我。霍先生不用这么客气，我还要谢谢你呢。今天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就被我的姑父姑妈卖掉换钱了。竟然有这样的事儿，可怜的孩子。不过你放心，有我这个老太婆在，以后没人敢强迫你。奶奶，谢谢你。不过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在云海大学见过一次。而且我的学费还是霍先生给我的。云海大学？你个臭小子，没想到你跟云海大学还挺有缘分的。霍爷，你女朋友肖小姐来了。女朋友？表姐，表姐，秦年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们认识啊？不是让他们把这个贱人给我解决了吗？怎么还让他到这儿来了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表姐怎么会是霍先生的女？霍爷，她啊是我在农村的表妹，最近刚来城里上大学。表妹，倒是从来没听你说起过。对，因为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什么？秦念宇，
我们家辛辛苦苦的供你在城里上大学，而你呢，打着兼职的名义，天天跟野男人鬼混。不是的，还狡辩？你以为你干的那些破事我不知道吗？这么不思悔改，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吗？霍先生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他说的。在我男朋友面前装可怜，我今天就要好好教训你。霍爷，有话说话，动手就不对了。该死的，霍庭生平时对我都冷冰冰的，除了愿意给钱之外，连碰都不碰我，现在居然帮他说话，这个贱货！表姐，我不知道我是哪里得罪你了，你这样污蔑我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污蔑你？你忘了你衣衫不整回来的时候了？况且你现在还……不行，不能把她怀孕的事情说出来，免得出现什么意外。我谎话被拆穿了吧？怎么，现在解释不出来了？不是的，那个只是个意外。霍先生，奶奶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只是想赚钱上大学而已。奶奶相信你，像你这样的好女孩绝对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奶奶，这个死老太婆居然也站在她那一边。秦念宇，你装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？你真以为我不敢戳穿你吗？终于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没想到救了这个贱蹄子的是霍总，亏得咱闺女来得及时。你赶紧把这个萧亚堂弄走，要不然还会破坏我们萧亚嫁入豪门的机会啊！霍爷，这个是我爸妈，他们可以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对，我们都可以作证。你可不能让我们这个侄女给骗了吧？她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她什么样我们最清楚了。哎呀，她做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情，我们也都有责任呢。所以我们在老家想方设法给她物色了个亲事，这样也算对得起她父母给我们的交代了。秦天宇，你还以为你是那个人见人爱的大学生啊？趁现在有人要你，你还不赶快回去？你们说的好听，但那个老刘的年纪都可以当我爸了。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你们还忍心把他带过去？我看你们根本就不是为他好。奶奶，别讲了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死老太婆，你给我等着！虽然我们也不想承认，但是她现在在我们老家叫破鞋，那有人要都不错了。破鞋？那你算是什么呢？你不也是在云海大学爬上我孙子的床才有今天的吗？你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学校那天明明是我跟霍庭生。表姐，你怎么？你个贱人，你居然还敢躲！我没有做错事情，我为什么要挨你的打？你居然还敢顶嘴！我这个做表姐的今天要好好教训你！住手！秦念宇，就算冒充你又怎么样？你一点证据都没有。霍天生，我才是你女朋友，你为什么每次都偏帮这个贱人？你满口脏话，动手打人，这就是你的家教。像你这种货色，永远都别想踏进我们霍家的门。好，我可以不动手，但是他今天必须跟我们回去。你们休想！我已经成年了，你们管不了我。你这是什么话说的？你爹妈都死了，我这个姑妈就是你的监护人。我说让你干什么，你就得干什么。霍爷，这个是我们家的家事，就算是您也不能插手。哼！啊，你这
这个白眼狼！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怎么你这小贱人，这嘴硬硬的啊！你给我回下！哎呀，放开我！怎么你？快想想办法！过年啊，不知好歹！等等，我你好，我们那。等等，我的佛牌怎么在你手上？秦念宇怎么会有霍庭深的佛牌？该死的，他居然在这留了一手。这是那天你在器材室，霍先生，我不是那种女人，你放开我！放心吧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还有，无论你是谁，今晚以后拿着它来找我，你想要的都会有。所以，那天的人是你。所以念宇才是我的准孙媳妇儿。哎呦，我就说你小子的眼光不可能这么差。不是的，霍爷，这个佛牌是秦念宇从我这偷走的。对，我说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秦念宇，你个小贱人，你想嫁豪门真是想疯了吧？啊，你连你表姐都敢冒充！霍先生，您相信我，这个佛牌真的不是我偷的，还不赶紧把这个骗子带走！等一下，你说这个是我给你的，那我问你，我把它给你的时候说了什么？是啊。想不起来？不是的，霍总，到现在还想骗我？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！不是霍总，你听我解释。陈丽，告诉他们，骗我的后果是什么？把他们几个丢出去，别脏了霍爷的眼！是。霍先生，谢谢你。怎么了？血，念宇流血了。孩子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我们的孩子？霍爷，您有无精症，以后恐怕都不会有孩子了。你个傻小子，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赶紧送他去医院啊！要是我的纯孙子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，我跟你没完啊！陈丽，开车去医院。我的孩子，放心吧，孩子没事儿。谢谢霍先生，谢谢奶奶。你肚子里也是我的纯孙，客气什么？这个是我们霍家的传家宝，现在我就把它传给你。不用了，奶奶，这太贵重了。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没有什么比你更贵重了。让你收，你就收着。臭小子，你说呢？啊，奶奶说的是。你别看他一本正经的，实际上他早就把他的佛牌呀戴在你的脖子上了。用来保平安的。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，
以后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但是我霍庭深做不到给别人养孩子，所以这个孩子我不能留。聂宇啊，需要的东西啊，我都给你和孩子准备好了，放家里了。等你出院了，就能住进去。奶奶，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住学校就行。不行，学校不安全，保不齐萧阳那个女人还有什么坏心思。说起她了我就生气，她不仅冒充你，她还想把你卖掉。好在你和孩子都没事儿，要不然我绝对饶不了她。听话，住在家里安全，回学校上课，我可以接送你。好。我这个老太婆呢，就不打扰你们俩的二人世界了。你们两个呀，就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。臭小子，我把聂宇交给你了，要是再出什么意外，我唯你是问。知道了。集团里还有一些事情等着我处理，我先去一趟，晚点过来陪你。霍先生，你去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好。没什么大问题，以后注意情绪波动不要太大就行。这是霍爷专门让我为你准备的药，用来补身体。谢谢医生，我待会儿就喝。想办法打掉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一定不能损伤他的身体。他喝了打胎药后，很快就会有反应，你注意一点。霍爷吩咐了，不能让秦小姐发生任何意外。好。喂，那碗药已经给夫人了吗？等孩子打掉以后，我会加倍补偿。完了！医生说上次的报告您拿错了，这份才是您的。什么？我没有无精症，所以那真的是我的孩子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该死！霍先生，我不是那种女人，你放开我！儿子，快救救我们的孩子！没想到霍先生和奶奶居然对我这么好，就算是为了感谢他们，我也要好好保护我肚子里的孩子。霍先生，你去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宁宇，等我马上就来。宁宇，霍先生，我的肚子好痛。宁宇，你别怕。医生，医生。霍爷，您不用太担心，这是正常反应。我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
必须保住这个孩子。什么？你放心，只要你保住这个孩子，霍家不会亏待你。好的，霍爷。你放心，你和孩子一定会没事的。念月，不好了，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大出血，急需 O 型血，但我们医院现在 O 型血储备量不够。我是抽我的。好好好，你跟我走。念月，你一定不会有事。霍爷，要不您去休息会儿吧，这里有我们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秦小姐吉人自有天相，她和孩子都平安无事。霍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？霍先生，你醒了？我这是怎么了？如果告诉你，你肯定会难过，算我自私。以后就算你想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会亲手摘下来给你。啊，是我忘了那碗里有孕妇不能喝的东西。那我的孩子……放心，孩子没事。多亏霍爷给你输血，要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。霍先生，他也是我孩子。霍爷，现在你应该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。霍先生竟然不顾自己的身体，一直陪着我。别这样看着我，原本都是怪我太大意了，不然也不会让你受这种苦。霍先生，还好您来得及时，我不怪你，你也别怪你自己。霍先生，休息一下，我接你回家。现在只有把你和孩子放在我身边，我才放心。来，小心。霍先生，我自己可以，您不用。在这儿，我说了算。恭迎少夫人回家！恭迎少夫人回家！不是我不是。来，奶奶，哎，你慢点啊！我不用扶，没事的。来，慢点，坐下。念宇，我们霍家儿媳的手镯都戴在你手上了，现在呀，再想摘下来，我可不同意哦。奶奶，聂宇他刚出院，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也是啊。念宇啊，你的东西啊，我都放在庭生的房间里了。以后啊，你就安心的住下来啊。我一会儿去浴室给你放点热水，用湿毛巾擦擦身体，会让你舒服点。你的伤口千万不能碰水啊！要是有什么事情就喊我，我就在外面啊。好。
啊！你出去！啊！你脚没事吧？我看看。霍先生，我其实想问你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为什么没有？没什么。没什么。没什么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做好了准备了，睡沙发。秦念宇，你满脑子都在想什么？这电话来得真及时。秦念宇，今天可是新生联谊会，你要是敢迟到给我们班扣分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以前这种活动，刘丽丽从来都不会教我，为什么今天突然？怎么了？啊，我们学校有新生联谊活动。你要是不想去的话，就可以不去，有我在，没有人可以强迫你。没有，我只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，所以有点出神。算了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刚好趁着这个机会把话说清楚，不然还不知道刘丽丽她要针对我到什么时候。好啊，那你选一件自己喜欢的衣服，等一下我送你过去。这些都是奶奶给你选的，你看看，要是没有喜欢的款，再让她给你买。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。班长，你真的要让那个穷鬼过来？就是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土包子，来的不是坏气氛吗？这你们就不懂了。秦念宇要被他姑妈姑父卖给老男人那件事儿，早就传遍了。今天他要是不来，我们岂不是少了很多乐子？班长，还得是你。就是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来。霍先生，我自己可以。乖一点。你现在是2个人，要穿舒服一点的鞋才行。而且他很配你这身衣服。谢谢霍先生。那你准备一下，等一下我送去学校。霍爷夫人到了。走。
我送你进去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进去就好了。等联谊会结束之后，您再来接我就行。要是真让霍先生送我进去，新生联谊会都会变成霍先生欢迎会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好。我有这么拿不出手吗？没想到霍言也有吃瘪的时候。没想到这次活动居然是制作蛋糕，那我一定要给霍先生也做一个。快看，那是秦念宇。我靠，她怎么变得这么漂亮了？有什么好看的？秦念宇，你穿成假货还会出来现眼？假货？不然呢？你这条裙子可是路拍的最新款，市面价整整5万，你该不会想说你买得起真的吧？一条裙子5万，说不出话了吧？在场的谁不知道你秦念宇穷的连饭都吃不起？就是穷成这样了，还这么虚荣。就是这种人啊，就该赶出我们学校。我没有，这条裙子是别人送我的。送你？你以为你真的被有钱人看上？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。班长，你可别忘了，人家可是傍上老男人的人啊，说不定还真能买。对，我忘记了这回事，毕竟15万的彩礼呢。你们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还装呢？你以为你被你姑妈姑父卖给老男人的那件事，大家不知道吗？那是他们自己那么想的，我从来都没有答应过。谁知道呢？说不定啊，你消失的这2天早就跟人睡了。刘丽丽，我自问我从来都没有得罪过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欺负我？谁让你在报名那天恬不知耻的勾引霍爷？居然是因为霍先生。虽然我不知道霍先生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，但我可以确定，你这样的女人，他没兴趣。你以为你是谁？霍爷不过是看你可怜，给了点学费，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？不会吧？不会有人大学了还做着灰姑娘嫁给白马王子的梦吧？想的倒是挺美，只可惜没这个命啊！秦念宇，要我说啊，你姑妈姑父对你够好了，虽然是个老男人，但是死得早，说不定能给你留点遗产。既然你喜欢，不如让你爸妈给你也找一个。你凭什么这么对我说话？你竟然敢！刘丽丽，我告诉你，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任你欺负的秦念宇。就算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也不能再任人欺负。我说呢，怎么突然这么硬气？原来是跟别人睡了，还怀了别人的孩子。我是怀孕了，不过不是你口中的野种。不是野种是什么？难不成你想说是霍种的孩子吗？对，他就是我跟霍先生的孩子。你们听到他说什么没有？秦念宇，我怕你是脑子坏了。霍爷要是知道他因为这一次善心被人这么污蔑，恐怕肠子都得悔青了。秦念宇，你简直是丢我们学校的脸！信不信由你们，反正我也没有跟你们解释的必要。没必要，我看你是拿不出证据吧？啊？在吵什么了？赶紧自己做自己的，等一下还要评选最佳作品啊！秦念宇，你这个蛋糕是用来感谢霍先生的，不能被其他人影响。
让我来看看秦念宇大学霸蛋糕做的怎么样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看一下你肚子里的孩子有多金贵。你不要乱来！你居然敢追我！霍爷。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你怎么会突然来这里啊？你在学校挨欺负了，怎么不告诉我啊？幸好我让陈丽查了一下，才及时赶到，要不然你……谁给你的胆子啊？霍爷，我只想吓唬他一下，我没有想真的伤害他。吓唬？陈丽，给我起来！既然你这么喜欢吓唬别人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知道我霍廷琛吓唬人的方式。完了，听说上次有个人不过是说错几句话，就被霍爷打断了手脚。丽丽这次恐怕……快别说了，霍爷这次真的是想要扭你死啊！不要！别动！不要！不要！放心吧，就算你受伤了，我有的是钱可以给你治。这要是多偏一点儿，刘丽丽这脸啊就毁了，何止是脸呢，搞不好你小命都没有呢。我错了，霍爷放过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霍先生，他已经得到了他应有的教训，而且我也没有什么事情，我们还是不要跟他计较了。你别在这装好人，要不是把肚子里的野种赖在霍爷身上，我也不会想跟你计较。听见了吗？这种人就不值得你替他说好话。你相信我吗？来，拿着。我不行。相信我。少夫人，这对于我们霍爷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还有，我夫人肚子里的孩子就是我霍廷琛的，以后我再听见谁一口一个野种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我说霍爷怎么样带秦念宇出气，他说的居然是真的，你没听见了吗？霍爷说是自己的夫人。完了，早知道就不该提牛念宇的回报。今天这笔账算清楚了，那之前你对我夫人的账又该怎么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，你们倒是说句话呀！现在都快退缩了，你们欺负他的时候欺负还少吗？要真追究起来，你们一定跑不掉。念宇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应该听信刘丽丽的话，针对你，你要打要骂都随你。对，之前都是刘丽丽来挑拨离间，才让我们误会你。还有之前你被老男人卖的事情，也都是他传出去的。你要是觉得不解气，我们现在就教训他。救命啊！饶开我！校长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霍爷，您不是想投资我们的学校吗？我正想请你移步到我们会议室去进行详谈。现场这个环境是
因为邵夫人要入学到你们学校，所以霍爷才准备投资。可是你们这学校的学生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啊！邵夫人，我不知道秦天宇他是，不然我怎么敢欺负他？那你的意思就是，普通人就活该被你欺负？不是，我没有。张校长，你应该听得很清楚了吧？投资可以，但我不允许学校有这样的学生。该怎么做？决定。校长，我明白了，霍爷。校长，刘丽丽，你欺负同学，品行不端，开除学籍，即刻赶出学校。其他所有的同学记大过处理，留存档案。校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拉出去。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怎么了？觉得惩罚太狠？不是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教训。只不过我今天想做一个很好看的蛋糕送给霍先生，可是现在……那既然你这么有心，不如换个礼物。哎，你不是说要感谢我吗？这么没有诚意。这里人太多了，要不回家说吧。还待在这里干什么？快走！现在人都走了，该怎么感谢我？就这。不然呢？你的小脑袋里在想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想，我要想聂宇，我只是想等到你真正喜欢我的时候，而不是希望你单纯的想感谢我。走吧，霍夫人，我们回家。走。开除他都算便宜他了，是我呀，就让他们通通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奶奶，他们得到教训就够了。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聂宇啊，就是心地善良。算了，听你的，就当是给我的重孙子攒福报了。奶奶说的是。臭小子，以后聂宇啊，你可给我看好了啊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奶奶，你别怪霍先生，是我不让。奶奶放心，聂宇他现在也是我的宝贝，不用您说，我也会把他看紧的。算你小子识相。霍爷，这是佳丽的总监苏月送来的请柬，今晚有一个时装周跟宴会，想要邀请您参加。我对这个没有。想去？我没有去过时装周，想去看看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，我都会带你去。不过奶奶，我得先把聂宇交给你了，集团里还有些事情，等我处理好了就去找你们。放心吧，交给我呀，我不会让你的小娇妻啊被欺负的。奶奶，聂宇喜欢什么尽管买，不用给我少。不用，我只是想去看看。我们霍家最不缺的就是钱，你要是不拿呀，我就把整个秀场啊都给你包下来。这就对了，我去换衣服啊，准备去时装周。奶奶，你低调一点，聂宇他不太喜欢引人注目。知道了。霍先生竟然连这个都知道。我突然这么了解你，是不是很感动？要不亲我一口？好了，不逗你了。霍先生，我感觉
我好像有点喜欢你。要不我先回房间，你俩继续。奶奶，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奶奶你，哎呦，有些人老黄瓜刷绿漆，想学小年轻谈恋爱呀。奶奶你说什么呢？不是我想打断你，我得先带念宇去时装周，你就多等等。霍爷，这是夏氏要和我们合作的资料。霍先生，我感觉我好像有点喜欢你。霍爷，你完了，你陷入爱河了。啊，行，别耽误时间。我看您是想早点解决，去找邵夫人吧。我看你最近是不是太闲了？完了，我怎么还把心里话说出来了？知道还不快点啊！霍爷，您放心，我保证1个小时之内就能完成任务，绝不会耽误你去找邵夫人啊。喜欢这件啊？待会儿奶奶给你买，我们念宇穿上，肯定比模特都漂亮。奶奶，我这年头连吹牛都不用打草稿了吗？这件开场用的礼服可是意大利御用设计师的首期高定款，建1个小时都得500万起。这件裙子有这么贵吗？当然了，这件用来开场的礼服可是苏月飞了好几趟意大利，动用了不少人脉才借过来的。而且啊，时装周一结束就得马上还回去。那要是买下来，岂不得是倾家荡产？对呀，听到了吗？所以说啊，你们这些没见过的世面的人就别说话了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我还以为今天来时装周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怎么还能混进来一只青蛙？不仅只会坐井观天，还在旁边乱叫。你居然敢骂我！你知不知道我谁？老太太，她可是夏氏集团的掌上明珠，我劝你们还是赶紧低个头认个错吧。是啊是啊，他们还是霍氏集团的准合作对象。听到了吗？要是你现在给我道歉，说不定还能不计前嫌呢。看来我是太久没有出来走动了，连夏氏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也敢贴在我的头上。你居然敢骂我们夏氏是狗，死老太婆！我看你的是……我管你是东氏夏氏，你还惹不起我们，所以最好闭上你的嘴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夏小姐，我看他们这么气定神闲，恐怕身份真的不一般，要不各退一步算了。对，大家都是来看秀的，以和为贵。我惹不起他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的舅妈可是霍爷的亲堂姑，在这里还没有敢跟霍家作对的人。这就是你的底气，死老太婆，你什么意思？那我也告诉你，就算是霍灵，在聂宇面前，他也得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就算是霍灵，在聂宇面前，他也得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你们疯了吗？在这大放什么角色？区区一个霍氏的旁支，只要聂宇想把他们逐出霍家，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天哪，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居然敢这么说话！你这个老太婆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就他，我看你是得了失心疯了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马上给我舅妈打电话，让她亲自过来教训你们？正好，我也想问问她，像你这种侄女，她是怎么教出来的？这死老太婆不会真认识舅妈吧？奶奶，别为了我跟她生气，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好。怎么会有你这么傻的姑娘？被人欺负了，还不让我为你出头？奶奶，傻人有傻福。好，
听你的，兰兰不生气了。今天来呢，就是为我们念宇挑裙子的，不能因为旁边的一些阿猫阿狗而影响心情。看上的什么都记着，来都给你买。演的还不错呀，我差点就被你们骗过去，可惜了，我夏芊芊不吃这一套。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，省得污染了时装周的空气。夏小姐，在场的人都是收到苏总监邀请而来，想请谁出去，还得苏总监说了算。就他们也是苏总监邀请过来的？好，那既然是苏总邀请过来的，请柬总有吧？把请柬拿出来给我看看，顺便也看看到底是什么身份。想查我们的身份，你先掂量自己够不够格。我知道了，你们是根本就没有请柬，所以才拿不出来吧？夏小姐，如果我们把请柬拿出来了，那是不是就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？当然，但如果你们拿不出请柬，你们就得给我跪下，磕头认错。好，如果我们拿出来了，今天你就从这儿给我滚出去。好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不，绝不可能！我知道了，这请柬是假的。假的？怎么会有人敢造假请柬进来啊？但是我们的请柬好像是黑色的，没看到金色的呀。没错，苏总监从来没有发过金色的请柬，而且你们这张请柬上连署名都没有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讲？赶紧给我跪下认错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奶奶，这个邀请函上为什么没有署名啊？送到霍家的都不用留署名，因为在这金色的邀请函只有霍家能收的。竟然是真的！蠢色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苏总监，您来了。他们喂，霍爷。我夫人去你时装周了，她年纪小，又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，你帮我照顾照顾。霍爷居然有夫人了。另外，虽然我给了他一张卡，但是以他的性格，不会舍得给自己买，所以他要是有什么喜欢的，就直接给他，钱从我这扣就。明白了，霍爷。还有，我夫人不喜欢太张扬，不用特殊对待。好，秦小姐，是我招待不周，请您见谅。啊，没有。苏总监，你没搞错吧？他们不过是拿着假请柬的。夏小姐，在座的都是我苏月的客人，我不管你有什么不满，都请你放尊重一点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出去，我苏月绝不拦着。苏月，你居然为了他们得罪我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？一个夏氏跟霍爷比起来，孰轻孰重都不用我选。各位，今天是我举办的时装周，我也不希望发生令人不愉快的事情，所以希望各位卖我苏月一个面子。秦小姐，你喜欢哪件？喜欢有什么用？你不会真的以为他们买得起你那件天价礼服吧？对你来说那是天价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那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。不用，秦小姐如果喜欢，我直接送给她就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苏月，你吃错药了吧你？夏小姐，我怎么做事还不用你管？不用，叶雨喜欢就买，正好呀，打一下有些人的脸。苏总监，我想自己买。刷卡机。还真给他装上，我就不信你能拿出这么多钱。什么？你们哪来的这么多钱？都说你是井底之蛙了，怎么现在你才知道自己的认知有多肤浅了吗？
秦小姐，麻烦您跟我到后台一趟，帮您量下礼服的尺寸。奶奶，那我先过去，您等我会儿。去吧，在这儿还没人敢欺负到我头上。秦小姐，这边请。怎么着？你还不走？是想等着我让你滚出去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喂，舅妈，你快过来，我被人欺负了！秦小姐，晚宴马上开始了，这是我们给重要的客人留的最好的位置，您在里边休息一下，我这就去请徐老夫人过来。谢谢。舅妈，就是这个贱女人欺负，今天可得好好帮我出这口气。敢欺负你，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。你一个服务员住在这干什么？没看到客人都来了吗？还不赶紧去倒水？我不是。我当然知道你不是，在这儿当服务员也是有要求的，像你这样的，人家当然看不上。不过在我眼里，让你去帮我端茶递水，也算是抬举你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位就是我的姑妈，也是霍先生的堂姑。既然是霍先生的长辈，那也是我的长辈。好，那请你们等一等。舅妈，还是你厉害！你堂堂一个夏家大小姐，竟然被个农村妹欺负，还好我查了她的身份，不然还真被她唬住。我哪知道她真就是一个农村来的大学生啊！我跟你说，上次跟她一起的那个老太婆说，您要是见了她也得卑躬屈膝，要不然就把您逐出霍家。什么？他们竟然敢这样说！看来是我霍林太好说话。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这么大个杯子都拿不稳啊？还是说你就是想存心烫死我？哎呀，舅妈，你没事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。你知道我这身衣服多少钱吗？还不赶紧拿纸给我擦！啊！我来帮你。别用你那脏手碰我的衣服！你还愣在这干什么？没看到这里都被你搞得乌烟瘴气的，还不赶紧给我收拾了？哦。哟，怎么弄伤手了就不能继续收拾了？你们农村人不是很能吃苦耐劳的吗？还是说来了城里几天就以为自己是千金大小姐了？没有，我马上就收拾干净。哎，等等，哎呀，我的鞋好像有点脏了。怎么没听见吗？我舅妈让你帮她把鞋擦干净了。你这农村人自尊心还挺强。我寻思你来城市里打工应该干了不少这种低三下四的活吧？怎么难道是靠陪睡换的钱啊？哎，舅妈，你还真别说，要不然他怎么会有能来这儿的境界？指不定是睡了多少人才拿到手的。我没有。哎呦，晦气死了！哼，果然像你这种农村人，就算到了城里也一样，都脱不掉身上那股子穷酸劲儿。霍女士，你可以看不起我，但是你不能一口一个看不起农村人。你算什么东西？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！哎，
我今天还就看不起你们这些农村人了，能把我怎么样？在座的往上数3代，谁家不是农村的？如果没有农民，你们早就饿死了。就是，谁家祖上不是农村的？往城里待了几天就忘本，这种人在这简直就是丢我们的脸。贱人，我看你就是欠收拾！你敢！舅妈，就是那个老太婆，老夫人。奶奶，老夫人，原来你还知道我是谁？我还以为你霍林已经不认识我这个老太婆了。老夫人，您可是庭生的亲奶奶，我就算再有眼无珠，也不能不认识您呀。她居然是霍爷的奶奶，那我刚刚……夏芊芊，还不赶紧跟老夫人道歉啊！对不起啊，老夫人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，您别跟我一般见识。老夫人，我这个侄女吧，她不懂事儿，您就……你们是应该道歉，但是不是对我，是对聂雨。谁给你的胆子敢对我们霍家的女主人动手？女主人？她就是那个和庭生睡了觉的那个女人。没错，我告诉你们，现在聂雨才是我的准孙媳妇儿。既然是霍夫人，还好我们有得罪她，不然霍爷来了，我们可没有好果子吃。完了完了，舅妈，我们刚刚那么欺负她，她肯定会跟我们算账。哎，慌什么？她能不能进霍家的门还不一定。老夫人，我知道庭生到现在都还没有结婚生子，您着急，可是你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把霍夫人的位置让给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啊！哎，不要说门当户对了，至少也得是家世清白的千金小姐吧？像这种女人，随便给点钱打发一下就行了。我就想问你，你口中的这种女人是哪种女人？当然就是那种随随便便爬上男人的床，想飞上枝头当凤凰的贱货。就是他这种农村人啊，我见多了，就是想傍大款。我看呀，他就是早有预谋。庭生要是把他娶回了家，岂不是让别人耻笑霍家？我没有，我跟霍先生那个事情的确是场意外，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借此要挟什么。奶奶，你相信我。你的为人啊，奶奶是最清楚不过的。你别着急，你现在还怀有身孕，你得小心孩子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我说呢，原来是母凭子贵呀！老夫人，您早说您是想要她肚子里的大孙子不就行了？我还以为您真是老糊涂了，想要庭生娶一个这样的女人回家呢。你们胡说什么？叶雨，你别听他们的话，我跟那个臭小子是打心眼里喜欢你的。哎，行了，老夫人，你看庭生今天都没来，不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吗？哎呀，老夫人，您要是打算去母留子啊，提前跟他说清楚也好，免得这有些人啊拎不清自己的身份。是啊，霍爷要是真喜欢他，怎么可能不陪他一起来公布他的身份？我看啊，就是想拿钱让他乖乖把孩子生出来而已。不过奶奶，我得先把聂雨交给你了，集团里还有些事情，等我处理好了就去找你们。霍先生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你对我的好，都只是因为我肚子里的孩子吗？唉，有些人啊，一辈子就是农村人的命。我劝你啊，早点认清事实，不要想那些你不配的东西。无论是因为什么，我都很感激霍先生，所以就算霍先生只想要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也不会。谁说我只是想要你的孩子？霍先生，看来
我因为集团的事情耽误了一些时间，让你们误会了我和念宇的关系。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，秦念宇是我霍庭深认定的妻子。少夫人，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。霍爷在集团忙得团团转，就是为了能够早点来陪你。不是因为我想要孩子，是因为这是我和你的孩子，我才想要。臭小子，总算上道了一次。庭深，你真要娶这个女人？你是不是疯了？是啊，霍爷，您和老夫人别被这个女人骗了，她就是图您的钱。不信你问苏月，她刚刚才买了一件天价的礼服。天价又怎样？只要她想要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也可以摘下来给她。庭深，我看你啊是被这个狐狸精给迷得神志不清了。我告诉你，想让她进霍家的门，我这个当姑姑的第一个不同意。汤姑，你该不会觉得霍家现在由你当家做主吧？还是你觉得可以在我面前摆长辈的架子？霍林，别说你想插手我们霍家的事，就算你爸在，他也没这个资格。老夫人，这不是担心庭深被他骗吗？到时候庭深娶了这个女人，只会让别人耻笑我们霍家。念宇从小父母离世，靠自己长大并考上大学，努力兼职赚钱就是为了学费和生活费。我倒是想问问，我有这种自强坚韧的妻子是怎样坏了霍家的名声？还是说堂姑你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，就觉得这才是理所应当的生活？他居然真的这么厉害，看来我们之前都误会他了。我就说霍爷爷的眼光怎么会错？这个霍林仗着自己家世好点就随便给人泼脏水，要是能选，谁不愿意出生就是大小姐？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既然你这么怕我和念宇的关系影响你的声誉，那现在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你跟霍家再无任何关系。什么？你要将我逐出霍家？霍先生，只要你和奶奶相信我，其他人说什么我都不在乎的，您不用。但我在乎，我不能看着他们往你身上泼脏水。今天就算是杀鸡儆猴，看不起念宇，就等于看不起我霍庭深。所以，以后要是再让我听见谁说他一句不是，后果自负。老夫人，我知道错了。哎呀，我这不是担心庭深被人骗吗？哎，你就帮我说说话啊！我们霍家还容不下你这种仗势欺人的人。完了！不行，趁火还没烧到我身上，我得赶紧跑。夏小姐，这么着急着是要去哪儿啊？我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正好，夏小姐回去顺便通知一下，我和夏氏的合作取消了。什么？吩咐下去，所有和夏氏合作的企业，一律视为跟我作对。别啊，霍爷，我真不知道秦小姐是您的夫人。我要是知道，您给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呢。爸，夏倩倩，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？我告诉你，要是不能求得霍爷的原谅，你就不用回来了。秦小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您是霍爷的妻子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您饶了我吧，要不然我回去，我爸真的会打死我的。你要是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好好想一想，怎样跟夏董事长解释。陈烈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，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他们。放心吧，今天以后，没有人再敢欺负你。谢谢你，霍先生。要是真想谢我，不如把你选的礼服穿上给我看看。你快去换上，亮瞎他们的眼睛。
霍先生，你给我的钱，我没有买那条裙子，我用来……霍先生，你给我的钱，我没有买那条裙子，我用来……苏总监，我能不能换一件衣服？当然可以啦，你喜欢哪件，我就帮你拿。我想换成模特上身穿的那件深棕色西服，我觉得它很配霍先生，我想买下它。好，我去给你安排。霍先生真是娶了一个好夫人呢。我知道，不过现在可能需要夫人跟我走一趟喽。苏总监，我早就猜到你不舍得给资金了，所以啊，那条礼服我帮你买了。没错，霍先生早就吩咐我了，你喜欢的刷他的卡，走吧。臭小子，你心思还够缜密的，不愧是我孙子。哇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。臭小子，这你就觉得最美了？要是念宇穿上婚纱，那还不得迷晕你自己啊？不是懒得笑话你们，这结婚的事呢，也该提上日程了，是不是？臭小子，奶奶说的是，我已经约好了民政局领证时间了。真的？老夫人，您就放心吧，这么重要的事情怎么敢骗你呢？霍爷啊，之所以来的这么晚，就是因为这个。霍爷在其他忙得团团转，都没忘记这事。坠入爱河的男人就是不一样。不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，也要问问念宇的意思。我当然。念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念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啊，臭小子，连你奶奶我都瞒着。霍先生，你快起来！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婚礼想怎么办？那我还得再好好想想。好啊，终于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庭生结婚生子了。老头子，等以后我下去啊，也好给你们交代了。据悉，霍家掌权人霍庭生霍先生在今天成功向秦念宇秦小姐求婚，不久之后，两人将举行盛大婚礼。霍家为庆祝这一喜事，准备斥巨资举行抽奖活动，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该死的秦念宇，你凭什么就这么好命？该死的秦念宇，他凭什么就这么好命？怎么了，闺女？发这么大脾气？怎么了？秦念宇这个贱人要嫁给霍庭生了？什么？我跟了霍庭生3个月，结婚这2个字他连提都没提过。秦念宇才多久就要当上霍夫人了？冤枉！我就说这个秦念宇是个贱货，果然勾引男人的手段不少啊！居然连霍庭生都被他迷惑了。要不是他，那现在成为霍夫人的就是我们雅儿啊！我们这有花不完的钱啊！早知道当初就不该帮他来城里。这下好了，让他要是一变成了有钱人，他明明哪里都不如我，凭什么处处压我一头？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就是，走，咱们现在就找他去。走。行了，霍庭生上次怎么警告我们的那些话，你们这么快都忘了吗？这要是再让他发现了，那我们只有收拾东西滚回农村了。那就眼睁睁的看着他过好日子。让我们去找他，难道还能让他来找我们？瞧我的吧！
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是奶奶特意嘱咐阿姨给你熬的人参乌鸡汤，要喝完哦。又要喝呀？我这几天都胖了快5斤了。哪里有胖啊？你看你现在瘦的，还得再补一补。而且啊，胖一点，手感好。哎，你不闹了，趁热喝。我去给你拿叶酸，要喝完。好。哎妈，你说这方法能行吗？当然，秦念宇最在意的就是他那早死的爹妈，他看见遗物这2个字儿，不可能无动于衷。看见了吧？我爸妈留了什么遗物给我？电话里不方便说，我们在郊区平坝等你，你自己一个人来啊，否则你这辈子都甭想见到你爹妈的遗物。这下呀，我们就到郊区去等他就行了。太厉害了！哥，秦念宇他父母真给他留东西了？留了个屁！我就是找个借口骗他过来找咱们。那给他骗出来有什么用啊？霍天生都已经知道了。你呀，真是蠢！好好想想，动动脑子。当然是跟他要钱啦。他现在可是霍夫人，咱们跟他要个700-800万的接济咱们，不过分吧？对，就是，要不是我们，他能来城里？他还能捡那么大的便宜？哎呀，让我说呀，让他把我们供起来，那都是应该的。就是，这都是秦念宇欠咱们的。念宇，怎么了？感觉你好像不太开心啊。我姑，你自己一个人来啊，否则你这辈子都甭想见到你爹妈的遗物。你姑？没事儿。哎，你不是还有事情忙吗？你先去吧。那好，等我结束之后就来接你去民政局。附近虽然没什么人，但好在比较空旷，他们应该不敢乱来。我来了，秦念宇，你们可以把我爸妈留给我的遗物给我吧。秦念宇，你真以为这世上所有的好事都被你占了吗？你们什么意思？这些遗物呢，在我这儿保管了这么多年，我跟你要点保管费，不过分吧？就是，更别说你现在的身价已经不一般了。不是我们收留你、供养你，你能有这破天的富贵？知恩图报，你得懂吧？你们找我出来，就是为了钱？不然呢？要不是你坏我的好事，我早都当上霍夫人。我给你要点钱怎么了？这本来就是你欠我的。你胡说，明明是你冒充我的身份。那又怎么样？要不是我们家收留你，你连读大学的钱都没得赚，更别提遇到霍廷生了。所以你应该对我们感恩戴德才是。你们想要多少钱？也不多，1000万。5000万！堂堂一个霍夫人，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。哎，我可是听说你在那个时装周上大手一挥，就拿下了一条天价裙子，怎么到了我这个亲姑妈这儿，这又往后啰嗦走？可是那是霍先生的钱。秦念宇，你在这装什么清高？你处心积虑的不就是为了霍家的钱吗？这点心思霍廷生不明白，我一清二楚。那你们先把我爸妈留给我的东西给我看看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你爸妈的东西早就被我丢掉了。你们骗我！不然霍廷生把你看得那么紧，我们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出来呢？识相的，你就乖乖的把钱都给我们拿出来，不然你今天你回不去。我劝你啊，还是听话点，反正这点钱呢，对现在的你来说也不算什么。但是你把我们惹急了，你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下场。我想跑啊！你以为还跟上次一样，我们没有准备吗？
表姐你不是吃罚酒。可是我真的没有这么多钱。你是没有那么多钱，可是霍庭生不是给了你一张卡吗？你把那张卡交出来也行。可那是霍先生的钱，我没有权利给你们。秦念宇，你怎么那么轴啊？就算那是霍庭生的钱，可是他想娶你，是不是得拿彩礼啊？你爹妈都死了，这彩礼就该我拿。是啊，5000万买一送一，要5000万都算便宜他了。先不说我没有彩礼，就算有，我也不会把它给你们。好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也就不需要客气了。我看谁敢动！我看谁敢动！这让这子牙头一个人来，霍庭是怎么在这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下全完了。霍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幸好我发现不对劲才跟他过来。可以上去，不要被他发现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明知道他们不安好心，你还敢一个人过来？我以为他们手里真的有我爸妈留给我的遗物。连自己死去的亲弟弟都可以拿出来做文章，你们还真是让我长见识啊！霍爷，我错了，我们只是想要点钱。我们真没打算伤害他。是啊，她是我们的侄女，那我们花点钱不是应该的吗？看来上次的教训，你们是没放在心上啊。陈丽，霍爷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他们3个一个都跑不掉。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，他们3个一个都跑不掉。大哥，从今以后，别再让我看见他们。念宇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还这么年轻，我不想进去啊！念宇，我可是你的亲姑妈呀！你爸爸要是知道你这样对我，他也会很难过的。对了，你兼职的钱我全都还给你，还有我们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。我要是原谅你们，我才是对不起我的爸妈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我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了。我不要，念宇，霍爷，求求你不要！没关系，以后我和奶奶就是你的亲人。对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有你们在就够了。那这位美丽的小姐，9块9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想请你结个婚，好吗？好。哎，2位看这里，哎，靠近点，靠近点，甜蜜点，甜蜜点，手可以牵在一起啊。好，3、2、1，茄子。